大家好，今天是我跟Jam的马来西亚旅程的第2天。我们现在来到一家蛮多人推荐的大碗公面。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吃这种大分量的面，真的蛮期待的。我带了2台很不一样的相机，一台是我非常熟悉的理光 GR3， 轻巧、反应快、记录美食、街景都很方便。另一台则是超复古、超可爱的柯达 Pixel Pro C1， 虽然功能简单，但它拍出来的那种不确定的色彩，反而让旅行多了一点惊喜感。我们点一个海鲜汤面，然后2个人，然后加点一个水饺。面一上桌，我立刻拿出理光 GR3 开拍。大碗公的分量真的很夸张，整碗端在桌上就像视觉冲击一样。这时候 GR3 的28毫米视角就超好用，可以把整碗面的高度、汤汁油光，还有桌面的小细节一起带进画面里。店内的光线有点黄，但 GR3 的白平衡抓得蛮自然。色调干净，食物看起来更有食欲。最喜欢的是它的反应速度，我抬手就是一张，不会错过Jam开动时那种开心的表情。旅行时拍美食常常很随性，但 GR3 就是那种准备好就能马上拍的相机，不会干扰用餐，也能把当下的温度、味道和氛围记录得刚刚好。现在我们来到槟城非常有名的信士桥，里面最知名的一座信州桥。在这样的岁月感、水香味浓的地方，让我很想用这2台相机来做创意对比。理光 GR3 它非常灵敏，反应快，特别适合在这种光影变化多、细节很丰富的木屋与海面场景下使用。用 GR3 拍出来的画面干净明亮，线条清晰，你可以看到木桥的纹理、木桩下的水影，以及床屋的屋瓦细节。然后另一台是柯达 Pixel Pro C1， 它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C1 拍起来有一种老底片被太阳晒过的味道，色温有时候会跑一点，但反而让画面更可爱，更有怀旧气息。当我把C1对准那些老房子、来来去去的小船、海水微波，它拍出来的氛围是柔和、复古，而且带点时光印记，好像在叙述这个水上社区的几代人的生活。用 GR3 拍像是记录眼前真实空间与细节，而用 Pixel Pro C1 拍则像是捕捉时光的痕迹和回忆的氛围。2台相机互补，也刚好让我把这里的人文与历史感拍得更丰富、更有层次。离开信州桥之后，我们走进槟城的小巷子，这里的招牌、老墙面、电线、色彩都很有味道。刚好遇到几台人力3轮车经过，我就用2台相机各拍一些街景。在这里，理光 GR3 的速度又更明显，3轮车走进画面，我抬手就是一张，细节清晰，动态捕捉精准。特别是在窄巷里光线对比强，
它的高光暗部都能处理得很自然。Pixel Pro C1 拍起来就完全不同，它的色彩偏差在这种老街场景反而更有特色，像是把现场变成一张怀旧明信片。三轮车的彩色遮阳布，老墙的斑驳，甚至电线乱成一团，用C1拍都会变成很复古、有韵味的画面。在同一条街上 ，GR3 拍的是城市的真实，C1拍的是城市的氛围。现在我们来到槟城最有名的姐弟共骑壁画，这种细节很多的画面，我先用理光 GR3 拍，线条清楚，人物表情也能保留得很细腻。接着用柯达 Pixel Pro C1， 它拍起来的色彩不太稳定，但反而让这幅壁画多了一种怀旧电影感。两台拍同一面墙，呈现氛围完全不同，很有趣。离开前一站之后，我们在街上慢慢散步，我就拿出理光 GR3 开拍。这台相机真的是我最习惯的街拍工具，它搭载了2400万像素 APS-C 感光元件，等效28毫米 f2.8 的镜头，加上 Snap Focus， 真的超适合捕捉像江这种自然走动的画面。只要提前把距离设定好，他回头微笑或整理头发的瞬间，我抬手一按就能拍得很锐利。再加上 GR3 的5轴防手震，边走边拍也不怕糊掉，色彩又清爽，肤色呈现自然。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经过一幅很可爱的壁画，一边是摄影师举着相机拍照，另一边还有一只猫。这种细节又有层次的画面，我会用 GR3 的28毫米广角靠近一点，把幕墙的纹理、猫的轮廓、摄影师的动作都拍得很清楚。APS-C 的解析力在这里真的很明显，放大看细节也很干净。再往前一点，就到了超多人打卡的雨伞巷，上面一排彩色雨伞整片延伸，在阳光透过时会有一种柔和光影。这里一样，我用 GR3 拍一些广角氛围照，28毫米的视角刚好能把雨伞和小巷子一起收进画面。探索马来西亚。我们现在走在亚美尼亚街，这里整条街满满都是壁画，像窗猫、椅子上的男孩到蝴蝶猫，色彩都很活泼。这是我们不从规格，而是从成像感受来讲差异。理光 GR3 的明亮通透，结构分明，对比自然，所以拍壁画时，墙面的颗粒、画笔的纹理，甚至人物表情的细节都能保留下来。尤其在巷子光线有时强、有时弱的情况下， GR3 的稳定度让每一张照片都可靠。换成柯达 Pixel Pro C1， 整个拍摄节奏就变得随性许多。它的色彩常常偏一点、亮一点，但在这种老街场景反而成为特色。像蝴蝶猫那幅，C1拍起来有种童话般的氛围。椅子上的男孩则会变得像旧时代的海报，它不会像每个细节都呈现得很清楚，但会让画面更有情绪层次。最后，我们走到清真寺的高塔附近 ，GR3 呈现建筑的清晰线条。而C1则把天空拍得更柔更淡，有点怀旧光晕的感觉。在这条街上 ，GR3 是记录真实，C1是制造氛围。我们走进一间很复古的拍贴机店，里面有个小型摄影棚，空间简单却很有味道。黄色沙发带红色细线条。地板铺着暗色长方形地毯，
旁边有一个老旧大皮箱，墙上几张泛黄老照片，整个场景干净又有年代感。江坐在黄色沙发上，棚内光线偏暖偏暗，但 GR3 的曝光表现很稳定，画质干净，层次清楚。他稍微放松靠着沙发，再看向镜头微笑。GR3 的快门反应很快，我抬手就能抓到他最自然的表情。沙发的线条、地板的纹理、后方破墙的细节，通通记录得很清楚。画面干净得像拍杂志场景。接着我拿起柯达 Pixel Pro C1， 再拍一次同样的角度。它的色彩偏暖又带点不稳定，但在这种复古空间里，反而成为一种滤镜感。将拿起旁边的老旧摄影机。我同时用 GR3 捕捉它自然的动作和表情，画面清晰，光影干净。换成C1拍摄时，摄影机的光泽和岁月感被柔化，画面带出一种怀旧、微微褪色的味道。同一个场景 ，GR3 拍的是真实与锐利，C1拍的是怀旧与氛围。看着江在沙发上一下微笑，一下摆动作。两台相机拍出来完全不同的风格，真的会觉得旅行时带着两台个性完全不同的相机是最容易遇到惊喜的方式。接着我们走回街上，我看到一栋建筑物，外观干净，比例很协调，在阳光底下显得特别醒目。那种简约又安静的气质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我拿起 GR3， 把这个街景里难得的清爽感记录下来。再往前走，我看到一间饼店，招牌上有一只鸽子，超级可爱。我立刻按下快门，色彩鲜艳又自然，捕捉到这个旅行中令人会心一笑的惊喜。接着我们遇到一辆超吸睛的车，车头是白色的，车身却整台漆成鲜红，连窗框也是红的，而且轮框也跟着前面是白的，后面是红色，整台车看起来像特别定制的艺术品。我就用同时理光 GR3 和柯达C1拍了几张。GR3 把颜色呈现得很干净，而C1拍起来则有一种复古玩具车的感觉，非常有趣。接着我们走到一间鲜红色的建筑前， GR3 的红色鲜明又有力，让建筑充满现场的活力。C1则是给画面加上一层柔和滤镜，红色带点柔润和年代感，感觉像穿越到过去的街景。